大家好，我是13安。那你看到这个影片的名称，大概知道我现在要讲什么？没有错，很多人在问说，怎么那个13人计划完结篇听起来有点感伤？这其实是有点代表我现在的心境啊。因为是这样的，忍300要搬家了。那我今天比较有趣，我讲的是搬家，那不是说卖车。原因是因为其实，接下来呢，这台车将不会是我一个人的了。那因为我本身对这台车，然后这次做小资改装之后，我觉得还有很多东西我想要针对赛道做改装。比如说，我觉得前臂真的不足。那脚踏后移，我想换全组。实际上是因为半组的脚踏后移，我这边看它的挡杆部分呢，不能调整它的角度。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在行驶上面，有时候激烈吵架在换挡的时候，我没有那么顺的可以完全就是抓到入档的感觉。所以我相信如果换全组的话，这部分会改善。那再来呢，当然就是大家在问的啦，13你什么时候改管啊？怎么不改管？这个企划怎么没有改管？除了因为企划最后跑 Laguna Seca 就是有很严格的噪音规定，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那个。如果改管的话，你一块下去，500块可能资金就没了。所以这个计划没有改管，但我想不想改管？想哦，当然想改管。所以我说他的搬家呢，意思是说，我跟我其他赛道的朋友将会共同持有这台车，也就是说这台车，我把这台车的2/3卖给另外2个人，变成共同持有的感觉。那坏处是这台车将会是赛道用车，也就是给我还有给他们跟另外一个朋友练赛道用的车子，所以平常可能地交上就不会看到它了。那我刚刚说要搬家嘛，原因是因为现在这台车会放在我朋友家的车库，因为他有个车库可以放摩托车，那我这边不方便。不过这样共同持有，像我刚刚讲的好处就是因为资金是一起算的嘛，所以接下来这些改装呢，也就是3个人一起分担。那这样的话，其实玩车的开销就大大减少，就还不错。心里当然也有些不舍，因为毕竟自己就是一手一手慢慢就是改了车子，然后现在开始跟别人共同持有的话，一开始会觉得有点怪怪的啦。但是实际上，我觉得这样的方式是最好的啦，因为我可以继续骑在忍300做技术练习，那开销又不会变太大。你可以看到我下面这个底壳已经变绿色的了。其实我在企划结束的时候，有在想要把这台车整理一下，可能让它变好看一点。其实那个时候一开始是有考虑说要不要把这台车就是以原厂的姿态配上之前的原厂壳，然后网络上找到原厂壳，然后把它卖掉，然后可能再升级另外一台车。但是因为后来我跟我朋友讨论之后，有这个共同持有的这个想法，所以就决定把它变成一起骑的赛道用车。但是我下面的壳已经装了，那下面底壳其实你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事的，其实我买的壳是网络上有人就是绿色跟黑色特别版的车子，他摔车，然后他壳整个烂掉，可是他刚好有几片呢是完好的，所以我就跟他就是100块钱美金，就是拿下全部的壳。那后来我入手这个壳之后，现在变共同持有，有好处就是我可以把其实比较不好的车壳，当然这方面有刮伤了，可是有更不好的原厂车壳放上去，然后就把它完完全全变成像赛道用车。因为实际上玩赛道的人，他们通常会先把原厂壳全部换成赛车壳，因为你要摔的话整理，然后清理，或是你要换的话拆装都很方便。那我既然有拿到一便宜的原厂壳，然后它也是有点算损坏的话，我觉得就还可以继续用原厂壳跑到也许某一个人或是另外其他人在练习的途中可能不小心转倒的时候，那就刚好有另外的壳可以去替换。那一直到都没有壳的时候，当然可能就直接上赛车壳了。那这是我觉得目前可以省钱的做法啦。所以下面底壳已经变绿色了，那这样配起来看起来，还不错啦。我觉得有一点绿色的感觉 ，Kawasaki 嘛。那这边给你看一下，对啊，这是它小小刮伤而已，没有严重。然后里面其实还有一个绿色的油箱。这个绿色油箱其实有凹洞，那我原本的油箱其实是好的，没有事，所以我在想，搞不好我跟朋友可能会把这个油箱换成有凹洞的，只要在练车的时候就有可能摔车，
那如果换那个其他已经有凹洞的油箱的话，那我就不用太担心说哇会伤到原厂的车子这样。这概念其实就很像很多人买重车啊，会先装副厂壳，然后帅又可以保护到原厂壳。好啦，那接下来我的影片中在街道上是不会再出现忍300了，之后纯粹就是练赛道的时候会跑，那会跑个几次我也不知道，可能1年1-2次，1年2-3次，那也不一定。那这样也刚好啦，因为我本来就说我这台车其实主要是想拿来跑赛道比较多，然后通勤街上骑比较少。这样子跟大家一起分的话，刚好也不会像说好像摆在家里，然后都没有骑到，一直等到要跑赛道的时候再骑。那他们要去赛道的时候，他们可以练这台车；但我要赛道的话，我也可以练这台车，就还不错。那再来，我觉得很可惜的是，因为这台车搬家了嘛，它在我朋友那边，所以之后日后的改装跟升级呢，其实不会像我做13人企划这么的仔细，有前后对比，然后像我的感想，比较会像是成果展示，就是可能改好的东西，然后我会跟大家介绍，然后可能上赛道骑这样子。那下一次赛道活动呢，其实我另外2位车友他们也会试我这台车，然后再想看看有哪边就是需要加强的。当然我们大家已经知道前叉，然后脚踏后移或排气管要去做改装，不过他们还是想要先骑一下就是我改好的设定，然后再做进一步的去做升级。所以下一次比较像特别篇的话，我是说我会去我之前雅马哈跑过的赛道，也就是 Thunderdale West， 那刚好可以跟去年比一下，是单圈纪录。我是觉得雅马哈因为那台滑胎车就是低扭的表现很好，然后出弯的感觉力量很大，就是跟这台车比起来啦。那在那样的中型赛道的话，我觉得车子照理说应该相差不远，可是也很难讲了，因为我现在这台车经过这个计划，你也知道，骑乘的熟悉感跟我的技术有点提升，所以搞不好单圈纪录会差很多，也不一定。所以啦，最大的敌人还是自己嘛。那我们之后呢，就在那个赛道上做个比较。这次计划真的还是谢谢大家的一路上的支持。所以等一下呢，我朋友就把这台车载走了。所以啦，就一样先跟大家暂时说再见。那接下来这台车的改变呢，就让我们拭目以待。谢谢大家。等一下，这影片还没有结束哦。刚刚整个影片在讲这个忍者的事情的时候，就有点感伤，影片有点沉闷。可是我们要换个角度想，因为我 WR 卖掉的时候，其实卖掉的价钱比我买的价钱还高，所以那边我赚了一点。如果我再贴一点钱过去的话，我可以换一台我想要的大车。那这台车分出去的资金，应该可以买一台小车来玩看看。你们觉得我这计划怎么样？